爷，快跑！带走！女子拿到男方家彩礼后，就突然解除婚约，跑回娘家，并拒绝退还7万6的彩礼。男方将女子告上法庭，怎料面临法院执行，竟伙同娘家人对执法人员出言辱骂，并动起手脚，把无赖2字体现得淋漓尽致。那么这家人的结局如何呢？这在这天法院的执行法官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打算带着执法组强制执行一名拒不归还彩礼的老赖。此前他们给对方下发了数次法院传票，结果都石沉大海。这次法官决定亲自上门来拜访该名老赖，对方名叫曹某。面对法官的拜访，他拒不开门。如果曹某依旧耍无赖，那么法官完全可以破门而入。好在这时曹某母亲突然现身，这才保住了自家屋门。而曹某见到法官后，则表现得一脸不屑。发现了明天人没发现了判决，为啥不判这个手机？我没收到。是不是你没收到？对，我没收到，我没有回去，我不知道。不论法官问询什么，曹某都一口咬定自己什么也不知道，显然是想通过耍无赖让法官知难而退。既然这样，法官也不再给他机会，直接下发了最后通牒，如果拒不执行，他们就会采取强制措施。殊不知就在这时，突然冲进来一帮人，将在场法官给团团围住。这帮人到底要搞什么花样呢？曹某某以本判决孙小波10日内返还原告贾建强彩礼款6万8千。哪儿的？法院来，法院来。明天法院来，哪法院来？哪法院来？是啊，这两个年你啊，自个儿说。女子前脚刚收到男方家的7万元彩礼，结果后脚就解除婚约卷钱跑路，随后就和别的男人住在了一起。男方意识到遭遇骗婚，多次要求退还彩礼，可曹某一家人都耍无赖不肯退还。事后法院多次下发判决书无果后，决定上门采取强制措施。殊不知曹某背后有庞大的娘家人支撑。不能干活吗？不然那屋里人他爹那你跟他对，你他就让他你们弄的话，他就让他更大的小孩家对不对？小孩人家公司吧都公司吧，你在公司在公司吧，那当时那这个钱都是他爹吧，对不对？曹某的现任未婚夫更是拦着法官，表示钱都在未婚妻的父亲手里，可至于岳父现在身在何处，他们也无从得知。所以希望法官们从哪来的回哪去，不要来打搅一家人的生活。见未婚夫还没意识到他们此次知行的目的，于是便对他进行法律科普。怎料下一秒未婚夫就情绪激动，甚至还出言威胁，这里可是他们的地界，希望法官好自为之。是啊，这两个年你啊，自个儿说。不认他，他是那不是两毛的，不是啊，不是不能来啊！我就人家放了话，这个跑到外地还不能执行了。面对这一家人子的法盲，法官并不想和他们多说什么，最后一次警告曹某到底退不退还彩礼。当曹某拒绝的话语刚落，执法人员就蜂拥而上，打算将曹某强制带回法院处理。怎料曹家人情绪瞬间激动，对着法官开始大展拳脚。爷，快跑！带走！金鸡女拿到男方彩礼后就卷钱跑路，随后改嫁他人，光明正大的玩骗婚纪。法院多次要求其退还彩礼无果后，便上门强制执行。殊不知遭到女方家人的百般阻挠，事后更是围住法官动起拳脚，直言今天就算是拼个你死我活，也不会退还彩礼，更不会让法官把自家人带走。而这些闹事者不出意外的情况下，则全部被铐上了警车。经过一番冷静后，闹事者这才意识到了错误，让你配合，你是咋配合的？当时也不知道咋回事啊！你明知道法院的，你为啥说法院的是土匪？当时不知道咋回事，知道这是错误了，现在才认识到是错误了已经。而法官见到手足无措的老人，也不再继续为难他，随后将目光转向曹某。毕竟这一切都是他想要私吞彩礼造成的后果。要知道，男方为了迎娶她，可谓是掏空家产才凑够了7万6的彩礼。结果他拿到彩礼后就临时毁约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必须退还彩礼，但他却依旧耍无赖不退。法院不执行，你又会执行谁呢？你没看到，不代表俺没有送达，因为这个判决都已经生效了。9万多给你没多长时间，这钱现在在哪儿了？你可以把这一部分钱先还给人家，如果不够的话，然后你再想办法。还吧。从曹某敷衍的态度也可以看出，他依旧不想还钱。不过在法官的制约下，他不管耍什么花样，都将会退还彩礼。那么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，我可不可以拒绝采访？也可以，可以，那就行，那就暂且我就不接受任何的采访。你敢相信吗？眼前不断脏话连篇，扬言要把别人弄死的女子，竟是教书育人的老师。而更离谱的是，她这份老师的职业，竟还是通过假冒顶替别人的信息获取的。
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事情还要从眼前的这名女子说起。她表示自己名叫王莹莹，前不久听说工作单位要为员工缴纳社保，于是她便拿出身份证进行登记，谁知却被公司告知她的社保无法正常缴纳。情急下来到社保局调查真相，竟意外发现自己社保的信息已经登记在了一所中学学校。王莹莹见状百思不解，自己明明没接触过关于学校体制的工作，怎么可能会在学校缴纳社保呢？调取出该名工作人员的信息，更是让王莹莹惊掉下巴。不光对方的姓名和自己一样，就连身份证号也不差一数一字。为了了解其中究竟有何隐情，王莹莹便通过电话号码联系上了和她同名同姓的这名老师。对方得知事情经过后，开始支支吾吾，闪烁其词，随后表示此事让他来处理，过几天就能给改好。为了给王莹莹吃颗定心丸，他还声称身份证是花钱买的，所以才弄出了这场乌龙事件。他就跟我说，他这个身份证是他2008年花3000块办的一张假身份证。他说也不是假的，就说他说我一个人有2张身份证，2个户口。他说这在大陆很平常。可在王莹莹看来，花钱办身份证确实正常，但连身份证号码都一样，他还是头一次见。而且这种情况，难道社保局和学校都不审核的吗？就在这时，王莹莹突然想起，对方的职业是名老师，这会不会和自己17年前没能如愿被学校录取有关系呢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据王莹莹所述，自己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做一名人民教师。通过她长期以来的努力，终于考上了一所师范大学，并且在毕业后如愿被一所中学录取。可就当她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，将要以老师的身份踏进这所中学任教时，却突然接到一个噩耗，那就是学校以王莹莹的英语专业不达标为由，拒绝让她入职成为老师。这让王莹莹心情低落到极点，在父母多日的安慰下，这才逐渐摆脱阴影，决定外出打工，拿着微薄的工资勉强维持生计。因为厌倦了城市的喧嚣，便打算回到老家找份工作。父母见女儿已经到了成家年纪，于是给她介绍了相亲对象。两人经历完从相识到相恋的过程后，选择了结婚生子，当起了家庭主妇，直到去年才找到一份可以帮她缴纳社保的工作。至此，隐藏了17年的秘密终于要揭晓了。已经在1999年就被教委来录用了，他2001年才去上班，中间有2年的时间呀。你教委你没有通知我来上班，我都不知道有这份工作，我已经被你录用了，你怎么能让一个假的来上班呢？想到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工作竟然被一个冒牌者给顶用了，这让他愤怒的同时也倍感委屈，于是便再次联系那名假冒的王莹莹。谁知对方竟一上来就开始口出狂言。他说，你怎么还认为这份工作你还是你的吗？他说根本不是你王莹的，他是我们家的关系我们家的后台印，我只是用了你的文凭，用了你大学毕业证而已，用你的身份证号，现在我都改过来了。对方表示，既然信息已经更正，你也可以正常缴纳社保，为什么还要继续来烦自己呢？如果继续这样的话，两人干脆鱼死网破算了。而王莹莹也不是吃素长大的，决定找来媒体曝光对方的丑恶嘴脸。你的全名叫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可以有解释采访？你可以，我可以有这个权利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我如果有这个权利，我完全可以，现在不需要回答任何一个问题。这才得知对方的真实姓名叫苗娟。对于滥竽充数顶替他人一事，始终拒绝给出任何回应。但考虑如果事情败露，他不光会身败名裂，还会让他丢失这份铁饭碗的工作。于是他私下和王莹莹协商，表示如果不再继续追究的话，他可以在退休后可以把退休金分给王莹莹一半。但在王莹莹看来，这些东西本应当属于自己，无论怎么样，他都会坚持检举苗娟。谁知苗娟得知此事后，竟气势汹汹地赶到现场，要与王莹莹发生肢体冲突。他怎么样大吼大叫都无法改变冒充别人的事实。最终在相关部门的调查下，确认苗娟冒名顶替的事情属实，学校将会对其进行开除处置。可对于王莹莹当年究竟是被谁盗取的信息，相关人员则表示，因为年代久远，经手人已经离世，所以无从查证。不过他们可以给王莹莹安排一份不是编制内的其他工作。对此王莹莹难以接受，决定走法律途径解决此事。那么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